你来。皇上让你说，你就说吧。陛下，臣以为此次未能与匈奴主力决战的原因，是由于大军循序出击，匈奴早做好了准备。臣以为，匈奴致命的弱点是土地广大、居落分散、兵力不足，因此对匈奴最好的战法就是出其不意，速战速决，以汉军的骑兵长途奔袭到匈奴的后方，袭敌不备，以匈奴袭掠我边塞之道还治匈奴之身。你觉得呢？此次战役之所以临阵失击，责任并不全在大将军，是因为有人提前泄露了军情给匈奴人。定卫署刚刚查抄了长安的一家商号，在商号里发现了各种伪造的边关文书，也就是说，有人拿着这些伪造的文书，就可以畅通无阻地出入边关，给匈奴人传递消息。这个人就是淮南王之女刘玲。在朕执政的几十年中，从小到大，多次经历骨肉相残。本来，朕已经下定决心，不再诛除刘姓的亲族。哼！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！这个刘玲，朕年轻的时候就认识，风姿可人，才智过人，当年也是人见人爱。可是朕后来听说他与田汾，甚至与郭解之流都不干不净。一个王族的公主，怎么可以这样自轻自贱？可她还有野心，竟参与刘安的篡弑阴谋。朕还是可以不杀他，可如今他私通外夷狄，置华夷大方于不顾，勾结匈奴人。这次朕是放不了他了，必须要清除内奸，一定要清楚。卫青，朕让你稍事休息后，就立刻赶回前线去，祛兵就留在朕的身边。朕在考虑，把新练成的那支虎贲健儿这支生力军，交给他统帅，作为袭击匈奴的一支战略机动军。匈奴此次虽未大败，但元气已大伤了。祛兵说的有道理，拼人力拼资源，匈奴是斗不过我们的。现在是两军僵持阶段，绝不可懈怠。待匈奴显出疲惫之态，朕命你们要马上进攻。等朕处理完淮南王一案，朕也要移驾到甘泉宫去，那离塞口近。朕要亲自为你们督战。诺。去案头侯张次公府邸。驾！驾！走错了，我要去安头侯府万寿街。驾！怎么回事？你走错了。没有错，林盟主。驾！你是谁呀？我是廷尉署的校尉。林盟主，下车吧。你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林盟主还不清楚？立刻赶往案头侯府邸，逮捕张次公。案头侯是立过军功的将军，但凡将兵之人，应该是坦率直言的。说吧，你跟刘玲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我已经说过了，他跟本将的小女很合得来，时常
来府上一聚，也就是闲聊、游戏、弹琴一类的。本将只是陪他吃了几次饭而已。廷尉大人，这有什么不妥吗？你们是在违帐床子间吃饭吧？廷尉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对将军来说，这床子风流也许不算大事，可是，在水性杨花的刘伶那里，他却从与你的逢场作戏中刺探军机，他都招了，你还有什么可瞒的？你还是承认了吧，省得一会儿当面对质。你们在床子间都谈了什么？谈到了哪些朝廷的军事机密，还谈到过淮南王谋反的事情。这种大逆之事绝没谈过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可将军想过没有，为什么每逢你要出征，刘伶必要与你约会？这难道是巧合吗？每逢出征，那倒也是。廷尉，我原以为灵公主只是由于爱我，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阴谋吗？哼！将军，请看清楚，这是本官由匈奴人在长安设立的联络点查抄出的物证。每次将军泄露给刘伶的军事机密，都由匈奴的密使直接传报到匈奴王庭。冤枉！本将从无叛逆朝廷之心呐。也许是吧，可是张将军作为大将军所倚重的将领，你的私行不检，导致国家机密的泄露。将军和淮南王刘安是否有过接触？只见过2次。淮南王的相士王朔曾给我相过面。对了，其中有一次，李广将军也在场。哦。我看你还是不要过问这件事情。一个张次公，一个苏建，那都是最早跟我出生入死的得力干将。如今，一个因为兵败而被贬为庶人，而另一个被当成了内奸。我要是对此不闻不问，那岂不寒了老部下的心吗？张次公被卷入淮南王谋反的大案，是皇上亲自督办侦破的，你别不知道轻重。这张次公我是了解的。你要说他好色没脑子，那是可能的；可要说他叛变，绝不可能。我一定要去见皇上。你找死啊你！哪有这样置生死于度外、敢打敢拼的内奸？你这一仗打得不好，赵信叛变，苏建全军覆没，皇上没有降罪于你，已经是非常大的幸事。你知道，皇上可是六亲不认的，他所行的是法家之道。有功则赏，有罪必罚，他从不管什么皇亲国戚。你怎么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逆着皇上的意思，为了保全你的部下而干预皇上的决断呢？怎么？皇上跟你说过什么话？说没说过，可我比你了解皇上。自从张骞归来之后，他已了解了匈奴的内情，他改变了当初的想法。不是只想着防御匈奴的进攻，而是要击破匈奴，报仇雪耻，完成祖宗未完成的大事业。告诉你吧，谁敢拦着他的道，那就是找死啊！难怪皇上那么看重去病的长途奔袭思路。原来皇上是想开拓西域呀！就算跟你再亲，也亲不过田汾和太后，伴君如伴虎啊！你趁早还是悠着点好啊！韩信、周亚夫、窦婴，那不都是你先前的教训吗？谢谢贤妻教诲。苏建还曾劝我多招门客，幸亏我当初没有答应他呀。你这才明白。
人刘伶，你以女色淫荡诱惑朝廷的高级将领，获取军机，私通匈奴，大逆不道。张次公都一一招了，你如实招来。是吗？既然张将军都招了，你还让我说什么呢？除了张次公，你还勾搭了哪些将领？说出他们的名字。廷尉大人，你是想听香艳故事？很可惜，你没这个资格。你这个荡妇，再不如实招来，本官让你尝尝铁铺的厉害。我早就听说过你张汤酷吏的声名，你也该知道，我这一生淌过无数的铺榻，没有像这样，对，辉煌。真要死在上面，倒应了那句老话：做鬼也风流啊！你不要嘴硬，想想你那娇美的身材。如果变成了烤全羊，岂不辜负了上天的赐予？张汤，你无缘无故、无任何凭据地抓我，逼我承认根本没有的事情，还用这样的酷刑来威胁我，你究竟是何居心？你想看看张次公的招供吗？可怜的男人，还是万人敌的大将军，一把火就吓得个半死。你还是招了吧。没有证据，你凌翁主能到这个地方吗？你还知道我是谁？是皇上亲自下旨抓的你。皇上已经有证据了。哼，我看是刘彻想撬开我的嘴，来帮他牵出证据吧。想得美！你在逼我？不，是你在逼我。张汤，你这小小的酷吏怎样？他刘彻是皇上又如何？哼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没有哪个男人能奈何得了我。行刑！哼！慢！本官再问你一句，是招还是不招？大人，怎么回事？他服毒自杀了。朕看张次公连做个情人都不够格，更何况做将军。李广发几句牢骚是可能的，但不至于跟淮南王搅在一起。你说他们能谈到一块儿？朕不信。那陛下的意思，这件案子在军内就到此结束了？廷尉署对刘伶案要严加保密，不得向外人泄露任何细节。暂时不要刺激淮南王，以免引发激变。那么淮南王子刘谦私扣雷贝从军一事，是否还追究？恰恰要追究。对刘安来说，刘伶是急活，一点就着。当前正对外作战，国内不能乱。而刘谦这件事儿，介于可追究与不必追究之间，是温活。就拿这件案子来说事儿，恰到好处，既保持对刘安的压力，又不使局面失控。臣明白。这是皇上的玉玺，精工仿造的，
这些是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将军，2000担以上官吏，以及附近郡太守和都尉的印信，还有皇帝的符节。父亲打算如何使用这些？你知道，豪杰大侠、乡绅财主们最恐惧的是什么吗？恐惧什么？哦，无非是举家迁徙，围止灭族，就像上次迁往茂陵。对，不过茂名也不是他们最恐惧的了，迁到新建的朔方城才更令他们望而生畏。冒用丞相、御史大夫的奏章，宣布皇帝要征发一大批豪民去朔方戍边，而且限定他们按期出发。如果这一切都准备好了，这就是一把冲天大火，足以让天下大乱，连年征伐，民心不满呐。我们就出来为民请愿。此时埋伏在京城的刺客们，寻找机会刺杀卫青，让汉军主力群龙无首。父亲这个计划设计得十分周密，无懈可击，搞起来够皇上受的。可是，对朝廷那些大臣们怎么办呢？朝中的大臣只有汲黯等少数恪守为臣的妻妾，难以收买。像公孙弘之流，都是阿谀奉迎之徒，到时还不都是墙头草吗？大王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与太子有关。怎么了？廷尉张汤到了，已经到了相国衙门，他们要抓我，正在商议呢。还是为阻挠雷备从军的事情？原先是为这件事儿，可刚有听说代王的外侄孙刘建与太子赌气，他从宾客那里听说，刘谦曾阴谋扣留皇上专使霍去病的事儿，因此到张汤那儿出头首告太子，两案并一案，因此廷尉要逮捕太子。你什么时候与刘建结下了仇恨呢？刘建一向对父王未推恩赐封地耿耿于怀，上个月他为此恶言辱我，我一怒之下让人割下了他的一只耳朵，因此便结下了仇恨。你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一点也不透给我。父王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去就是。哼，站住！阴谋扣留皇上专使，你有10颗脑袋也不够别人砍的。那怎么办呢，父王？你说怎么办？那就让张汤来吧。你们都给我听着，谁要听到我的动手信号，立刻动手，听到了没有？能。你们几个去那边。快点，快点，听你们去那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去，快！你们几个去那边，快！你们几个在这留守。打开宫门，寡人要亲自迎接御史。张汤这个酷吏，寡人闻名已久，就是杀了他，也是寡人为民除害。钦差廷尉张汤，拜见淮南王。怎么，只张汤一个人来了？寡人召见的其他封国官员，为什么一个都没有到？父王，你要沉住气，看看他究竟搞的是什么。皇上让我代问淮南王安好。让皇上费心了。寡人一切安好，廷尉大人自己就来了。我是来向代王贺喜的。寡人早已四面楚歌，日暮途穷，何喜之有啊？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这是代王《淮南子》里的著名典故。人生福祸相生而循环，
所以福中有祸，祸中有福，相反相生嘛。祸在何处，福又在何方啊？代王教子不严，致使太子刘谦屡犯国法，但皇上念及至亲之情，决定免其死罪。对代王的过错也只是削去2县，所以恭喜代王。你拿这屁话来蒙骗寡人！你今天来，不是要逮捕刘谦吗？代王的侄子刘建首告刘谦谋逆，下官不敢不过问。如不过问，那就是下官玩忽职守。俗话说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此事下官离京之前还不知道，皇上当时也还不知道。下官只怕代王被牵连其中，殃及王族，所以先来请示。如果代王不同意本官传讯刘谦，只是请代王给朝廷写一道手谕。那个刘建纯属挟嫌诬陷。你别说了，你把人带过来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廷尉大人，刘建现在何处？刘建惧怕刘谦报复，请下官对其保护。再说他也是代王的王室宗亲，所以下官以持节吩咐国相内史将其领到淮南国汉军军营暂留。传讯王太子后，下官再禀报请示皇上如何处置。你安排得很周到，下官告辞了。父王，你刚才为什么不杀了张汤啊？你没有听他讲吗？相国、内史、中尉都已去军营，杀他就等于造反。我们手里可有兵卒吗？不对，父王，我们做的这些事早晚会捅出去，你一推而再推，我都明白了。父王，你根本就不是做大事的人，你所有的祸事让我一人承担好了。滚！都给我滚！怎么回事？走吧，快走！啊，太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不过就是与这尘世间做一了断。太子，太子，我当时怎么劝阻，你们都执意要反，反就反了吧。可事到临头，怎么这么优柔寡断呢？这样又怎么能做成大事呢？我又何尝不失望？先前我对代王已经说明了，这是自取灭亡的绝路。看来是命啊！一个人要是没有点勇气，恐怕连最后这点事情也做不了了。把东西带着交给皇上。诺，臣等效忠于朝廷。把这些谋反的证据都运回长安去。诺。
朕虽有所察觉，但还真没想到，刘安竟然走得这么远，陷得如此之深。看来人呐，再高的学问，也有解不开的死结，喊都喊不回头。非要重蹈他父亲的老路。既然如此，朕也只好随其心愿吧。送君送到阳关道。请。恭迎宗正大人。把门打开。诺。淮南王刘安，皇上命我来传你到长安去，现在你跟我一起上路吧。我很想去长安，长安有我的女儿。大王，我们告辞了。怎么样？她还好吗？你女儿已于半夜前畏罪自杀了。大人，你看。好，也好。这黄泉路上又多了一个作伴的骨肉。寡人也不至于太孤独了。寡人乃高祖嫡亲，比当今的皇上更亲近祖宗，怎能受逆辈凌辱？快，拿解药来！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寡人书中写道：“大丈夫天而无私，淡而无虑。以天为盖，以地为舆，四时为马，阴阳为御。乘云凌霄，于造化局。上游于逍遥之野，下游于无垠之门，还凡于无极。”元寿元年，淮南王刘安、衡山王刘赐谋反示谢，先后自杀身亡。刘彻下令撤销淮南国、衡山国，将其地改为九江郡和衡山郡，收归朝廷直接管辖。这个墓里埋的是我祖父无首之事，此仇我发誓必报。请大单于节哀，兄弟我是有罪之人，
蒙大单于不弃，才得以重回家园。不要这样说，我们都是昆仑神的子孙。大单于，我一直在考虑一件事，眼下有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。汉人有句话，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他或许并可以在我们后背捅一剑，而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他一个回马枪呢？你接着说。这里是长安城，这里是甘泉宫。我听说刘彻最近已亲临甘泉宫督战，甘泉宫前后是云岭万重山，他以为这样就安全了，因为山间只有小路，行不了千军万马。但是我在汉庭时，为了穿越云岭，骑兵突袭，汉人一直想寻找一条人所罕至的捷径。这条路后来被云岭中的樵夫找到了，这就是飞鹰涧。它雨季是一条山涧，旱季是一条乱石峡径。卫青和我曾率轻骑兵走过一次，只有100里左右。从塞口一夜可以扑到甘泉宫啊！难道甘泉宫没有重兵把守吗？甘泉宫内只有护驾的羽林卫队，好看不经打，而且人数也只有1、2千左右罢了。甘泉宫北面100里处，倒是有一支赵破奴统领的羽林虎贲骑兵，是从汉朝历年战死的烈士子弟中选拔组建的新军，但都没上过战场，都是些娃子兵，也没有正式编入汉朝军队。卫青的军令是调不动他们的。等我们杀到甘泉宫，即使刘彻点起烽火，他们就是要来救驾，肯定也来不及了。而卫青的辎重人马，现在全部集中在我们的正面，等我们一剑封喉，他们回赶，肯定也来不及了。昆仑神呐，感谢你把自刺王送回了大匈奴，复仇的机会到了。自刺王听令，末将在。我的3000护身铁骑，现在归你指挥，趁夜出发，直扑目的地甘泉宫。是。你要按着昆仑神的旨意，为我的祖父报仇，生擒那刘彻，送到龙城祭天。大单于放心，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等等，这杯酒为你壮行，本汗在此等候你的归来。告辞了，大单于。赵将军，前面是3岔路口，弟兄们不知道怎么走。哦，各位将军，跟我走。这。大将军。谁呀？探子回来了，叫他进来，快。大将军，怎么样？有什么情况？快说。看起来匈奴的军队似乎要移营北撤，并没有主动寻战的迹象。敌军分散飘忽，你明天再去探探。赵信对我汉朝的军机政情知道的太多了。可是有点奇怪的是，我在老鹰涧口遇到了一个狩猎的汉人，他告诉我，天黑之前有一队匈奴的会稽沿着枯涧飞奔窜进了通向云岭的乱山，人马不多，也没有旗帜金鼓，连马骑上的铃铛都给摘掉了。老鹰涧，他还说有人向他打听白狼筏的地名。白狼筏，就是这儿。白狼筏，甘泉宫，他们有多少人？大概有4、5千人。一定是赵信。对，老猎人说为首的是一位身着汉甲的胡人将军。离现在有多长时间？大概有2、3个时辰了，再加上1个时辰我回到这里。快去，传李广、公孙敖。诺。
将军，还记得当年我们和赵信在白狼筏探过的一条小路吗？记得。怎么？赵信把这条小路告诉匈奴了？是的。现在赵信率领几千骑兵正由那条小路连夜奔袭甘泉宫。要知道，皇上正在甘泉宫呢。跟上。这就是老鹰剑。老鹰剑，老鹰剑，过不去的是人，过得去的是鹰。好一条险剑！公孙敖将军，我命令你暂持我大将军的节钺，在我不在期间统掌全军。你给我记住，我回了前，不论匈奴有任何挑衅的动作，全军都固守原地待命，绝对不许出战。李将军，你随我一起，只带随身亲兵，每人备2匹快马，另外再带上100面不要旗杆的卫子将旗。大将军，没有皇帝的诏令，擅离帅首，变更军令，这可是死罪啊！事出不测，只能便衣行事了。这不带兵，我们又能怎么样啊？我们去甘泉宫附近的虎贲军营，调赵破奴护驾。赵破奴，他的虎贲羽林还没有加入正规的军制，大将军你能调得动吗？更何况，他们也没有什么打仗的经验呢。李将军，你们过来。我们现在在这里，甘泉宫在这儿。现在只有虎贲军营离白狼筏是最近的，调其他队伍都来不及。我们的大军也不能动，大军一动，伊稚邪一定会从后面攻袭过来，缠住我们，不让我们归师救驾。虎贲营这支军队是当年我亲手调教过的，虎贲校尉赵破奴年纪虽小，却是我推荐给皇上的。此事现已万分危急，皇上面临生死危险，不容再议。请你随我立即出发。大将军，要调皇上的羽林军，也要皇上的亲诏。你若擅自调动，这也是重罪啊！顾不得这么多了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快，快！快点！快！快！快！走！卫青大将军和李广将军到，快请进来。破奴，破奴，你手下有多少人？我们有3万人马，全部都是精锐骠骑兵，都是由大将军亲手调教过的遗孤子弟。皇上有让我们出征的诏命吗？我们早就想打仗了。好，现在匈奴的几千骑兵在赵信的引领下，正沿着老鹰剑小路欲偷袭甘泉宫。甘泉宫周边除了你们虎贲军之外，我无军可调。我现在命令你集合你的队伍，随我立即赶往白狼筏，堵截赵信，准备打一场恶仗。走。但是，怎么了？皇上对我曾有诏命，这支虎贲军是皇上心爱的一支御用军队，将来要编入皇上身边直属的禁卫禁军。没有皇上的亲诏，谁也不能调动。好，我现在用大将军虎符来调你。可是不能犹豫啊！破奴，皇上身边只有几百人的内卫队，赵信偷袭甘泉宫，一旦得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难道你愿意眼睁睁地看着皇上被赵信掳走吗？啊！是，卑将服从大将军命令，立刻集合人马出发。走，走。
四王，前面有汉军。不可能，他们从天上下来的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吁，慢！是叛贼赵信吗？本将军在此已等候多时了。有种，你放马过来！大将军，别来无恙，那就后会有期吧。撤！大将军，追击他们吧！不，这山里边地势险峻，山涧中只能容得单骑。虽然说我们人多，若要真打起来，也只能是1对1。既然我们已经赶走了赵信，目的已经达到，我现在已是重罪之人。要是再做拼杀，胜也无功，不利的话是罪上加罪。再说，这批虎贲在皇上眼里如同眼珠一样珍贵。他们毕竟没打过仗，真打起来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你们回军营吧，我这就向皇上请罪去。